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口感软糯、口味香甜、做法也比较简单的面包——奶油奶酪面包。在盆中加入高筋面粉、奶油奶酪，不需要软化，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可以用。糖、奶粉、打散的全蛋液、盐，如果用精盐，用量需要减半。耐高糖酵母，如果你住国外买不到耐高糖酵母，也可以用即发干酵母。冰牛奶可能需要根据面粉的吸水性来稍微进行调整。我们今天使用的是厨师机揉面，没有厨师机或者面包机，也可以参考我之前发过的手揉面教程来手揉面团。每款厨师机揉面推荐的速度和所需的时间都不相同，我们主要通过面团的状态来判断有没有揉好，不用过度依赖时间来作为参考。手揉面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撕下一小块面团，抻开来看一下，这时能够抻出一个比较厚的膜，说明面筋已经被揉出来了。此时我们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，因为油脂会阻碍面筋的形成，所以一般做面包，我们都会在面团揉出一定筋度之后才加入黄油。黄油加入之后，面团的状态会出现薄膜不如之前的情况，这是因为油脂破坏了原本的面筋结构。我们继续揉面，直到揉到这种能够抻出一个比较薄的透光的膜，捅破薄膜，破洞的边缘不是特别光滑，还没有到完全扩展阶段。不过我们做小面包，揉到这种程度就完全可以了。揉好的面团温度最高不要超过28摄氏度，否则即便你面团揉得很好，面温过高，发酵过快，也会造成成品的组织非常粗糙。我这面团温度稍微偏高了一点点，我现在把它拿到冰箱去冷藏10分钟，降温。从冰箱里降温过的面团，现在再次测量中心温度，已经在28摄氏度以下了。把面团像这样向后抻，整理成一个光滑的圆球，然后放入到盆中发酵。这里你可以找一个小一些的盆或者碗，容积大概是这个面团的2倍大。这样等面团发满这个碗的时候，它就是发到原来的2倍大了。如果你把面团放在一个大盆中发酵，可能过一会儿就不记得之前有多大了。发面所需的时间和室温以及面团本身的温度都有关系，温度越高，发面的时间就越短。但是注意，这里发面的温度不要过高，24摄氏度的室温下，我大约用了1小时45分钟左右。面团的体积已经翻倍了，手指沾一点面粉，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它是不会塌掉的，说明面团没有发过头。案板上撒一点点面粉防粘，面团不需要揉，直接轻轻按压去除大气泡即可。然后平均分成16份，每份39克左右。这里最好用厨房秤来称量一下，尽量把面团分割均匀。拿出一个小面团，把有碎面的地方朝上，把面团折叠几次，捏好，这样碎的部分就被包在中间了。翻过来，表面是很光滑的。在手心再搓一搓，把它搓圆。这样我们的一个小面包就整形好了。我用的烤盘规格是23×23厘米的，为了方便脱模，可以裁一张烘焙纸垫进去。把整形好的面包依次摆进来。如果你用大一些的其他规格的普通烤盘，可以把它们像这样摆，每个小面包之间间隔不到1厘米的样子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把面包拿到温暖潮湿的地方进行最后发酵。你可以把它放在烤箱或者微波炉这种密闭的空间，里面放一碗刚烧开的水来增加湿气和温度。最后发酵的环境湿度如果不够，面包表面就会风干，那么烤出来的表皮就会发硬了。根据你烤箱的情况，提前算好时间来预热烤箱，到165摄氏度。判断面包最后发没发好，一是看它的体积变化，比之前要增加1倍。第二，可以用手指来轻轻戳它的表面，如果凹陷处能够缓慢的回弹，
就说明面包发酵好了。最后我们在表面筛上一层面粉来装饰一下。把面包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中，根据自己的烤箱选择一个合适的层数，只要让它处于烤箱中央位置，稍稍偏下一点点就可以了。165摄氏度烤20到23分钟。如果表面上色比较快，可以盖上锡纸或者稍稍降低上火，以免颜色太深。面包出炉啦，把它转移到网架上晾凉。我们这个面包因为加入了奶油奶酪的缘故，它特别的柔软和湿润，并且吃起来还有一种糯糯的口感在里面。吃不完的小面包，我们可以把它密封冷冻保存，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面包的新鲜和柔软。吃之前只要拿到室温下自然解冻，不需要任何加热，就会和刚烤出来的一样柔软美味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